親愛的上人、精舍師父，在座還有線上的菩薩家人們，大家下午好。那剛剛4號師兄也講，我們上個禮拜是59週年，所以其實從上個禮拜二開始就已經邁向第60年的一個足跡，所以我就很想說，我們來做一個溯源。那我自己在做的時候，我覺得這一集很重要，請線上的大家要如佛法所說的諦聽諦聽，因為我們有太多人的年齡都不到，你加入慈濟的時間其實都不滿59年，所以對於上人當初的開頭的艱難，那個克難，還有心念，我們希望可以從上人的開示裡面來做一個了解。那其實有一些關鍵的時刻，那我們現在這邊都用國曆來講，因為在全球來看的話，你用農曆大家其實不容易了解，主要是1966年初春嘛，我們知道當時有幾個事件，但一灘血這個事情其實是給上人很大的一個震撼，心裡面的一個衝擊。那當然在2月份的時候，還有30個家庭主婦來請求上人要常駐花蓮，那當然再來是在3月初的時候，有3個修女跟上人來討論這樣的一個教義。然後在4月份我們的功德會成立，其實那一年的國曆是4月14號，然後5月大概第一期的照顧戶就是寧真老居士。那當然對於這樣一個功德會成立的時間，一直其實2個說法，這個最主要是因為我在做文史，我在做法隨，那當我們在落筆的時候，在慈濟歷來的記錄裡面，它會有2個時間，一個是1966年的4月14號，就那一年的農曆3月24號，一個是1966年的5月14號。那麼1966年呢，剛好有2個農曆的3月，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閏3月。所以在這2個推測裡面呢，在我們的文獻記錄就會變成2個日期。那這個會影響到我們後來在靜思堂的上面的星象圖，或者相關的一些在設計規劃的時候，它就會產生到一個時間的落差。所以這個是早期，我們目前我上去看還是有一些日期其實是記錄在是5月14號是閏3月。那麼因為這樣的問題呢，所以范師父就一直跟我說，你要去問上人，一定要去問上人，因為這個日期會關係到我們後來很多相關的記載跟推測或者是記錄。所以在去年的5月13號，其實我們這樣的慈善匯報結束以後，大概差不多6點半，整個大家作禮而退，然後大概6點半我就去跟上人請示，就是有關這一個功德會成立的日期。那上人當時就說，上人說功德會成立的日子就是我的生日，是農曆3月24號。上人說如果是閏月我會特別強調，因為那一年是有閏月的哈。上人說但是我的生日不是閏月，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全球我们期待還是它有一個共同的一個明定的哈，就是功德會是農曆的3月20號，可是1966年的4月14號。我想還是在這個地方呼籲哈，所有相關的文獻能夠稍微證明一下。好，那上人不斷的在講無量義經哈，也要講一下慈濟功德會跟無量義經的一個因緣哈。1972年上人是做那個無量義經的佛期，那無量義經其實講了2次哈，不是2次，它是一個連續的，就是打了這個佛期，從1972一直到1973這個佛期。所以當時上人說慈濟功德會開始取名為功德會的時候，我還不是。上人在更早就已經在馬蘭，在台東的馬蘭糖廠，在王先生的這一個他家的這個書架上已經看到了那一套法華經，但是呢那個就是看到，就稍微大概有這樣子翻一下，但是沒有那麼深入，一直到後來上人才比較去深入，所以這個事是那個深入跟了解到无量義經這個十功德品裡面呢，能令一切眾生於凡夫地生起諸菩薩無量道業，令功德數這個我都念它，其實是愈茂，然後福殊增長。雖然說這一段經文也有功德數，這個是一個巧合，
也是因緣很大。上人說，也許過去生我曾經讀過《無量義經》，那《無量義經》都是在教我們要慈悲救濟。你看慈悲救濟不就是慈濟嗎？所以後來上人請到了日本的新義法華三部經的時候，就發現這裡面其實它就有一本《無量義經》。那上人在自己看着這樣的一個日文，然後也去做這樣的一個抄寫的中文的，他說我覺得無量義經跟功德會是非常吻合的，所以說功德會的意義是不離無量義經。那無量義經就是在闡揚慈濟功德會提倡實踐的精神，所以大家要記好慈濟跟無量義經在上人冥冥之中，它就已經是一個契合，一直走到今天。我們在做無量義法隨誦，或者我們在講無量義經的時候，為什麼它是我們慈濟中，是我們淨思法脈的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是在那個當時，上人就已經無形中把慈濟的精神跟無量義經把它整合在一塊。所以无量義經的教義就是菩薩的精神。那上人希望大家可以輾轉相教。那這部經呢，從印度來，這1973年上人說這部經從印度來到中國翻譯以後傳到日本，日本再傳回到台灣。上人說真是難得，我下面要加一個注，更難得的是現在我們把無量義經再傳回到當時的印度，就是現在的尼泊爾。然後這個因緣是不可思議，所以現在有用這樣的一個尼泊爾文來誦無量義經。各位想想，這整個是不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好，那我們講佛教克難慈濟功德，佛教那當然就是為佛教為眾生啊。1974年，這個是委員聯誼會跟藥師法上說，我創辦慈濟的起因是尊奉師教。上說我歸頭在師父座下時，師父很慈祥又很嚴肅的說，你以捨親出家為三寶弟子，我們有緣結為師徒。時間這麼匆促，不能講很多話，不過我希望你記住，凡有所作為，須為佛教為眾生。所以這6個字啊，很輕，但是呢很重。上人說這就是師公為慈濟種下的第一粒善因種子。這粒種子在我的心識田中啊，無時不在現行，時時都會想起師父的慈訓，上人說，我便常常發願，盡形壽為佛教為眾生。可是有因啊，如果緣不具，事也難成。也就是說，在上人皈依導師座下，這個因已經種下了，可是你要有緣啊。終於這個緣在什麼時候？1966年的3月。眾緣具足，因緣成熟，慈濟從此誕生了。那這個3月是我們講的這個農曆，就正式的這樣的一個時間。好，那麼也是這樣的一個慈濟，我們看到1989年上人在對我們護專新生訓練的時候講，慈是什麼？就是慈悲的慈，濟就是記住的濟。在強盛的國家都有苦難的眾生，有物質上的苦，有精神上的空虛，還有的呢就是缺乏一份愛，這些都是苦。那慈濟世界就是2個任務，一個就是教富，一個就是濟貧。慈濟用物資所救濟的形態上是貧苦的眾生，可是這些無形的貧跟缺呢，那就是教富，因為他們有錢，可是他心靈空虛，他缺少了愛心。那我們要教導他可以去出錢救人，慈濟世界就是負起這份責任，所以它有4個單元嘛，救貧，然後醫療、教育，還有未來的那個時候還沒有人文嘛，只有我們的道旅，只有我們的廣播，就是我們的月刊、我們的廣播，所以未來的一個文化。上人說我出家近30年，1989年，上人說我出家近30年，在這一段時間，我抱着一種志業的精神，不是職業。志業就是志願的志，抱着志業的精神從事宗教的工作。我有2句話，我的目標是用遵從這2句話來發揮志業的精神。第一句就是為佛教，第2句就是為眾生。那上人呢，我們也有接受過表揚。上人說我不是為了表揚才做慈濟，是為了宣揚佛教的教義，用實際的行動來表揚佛教的行。1982年6月，委員年上人說，慈濟功德會1966年成立，到1976年12月24號才開始受到政府的重視與表揚，這中間是10年。但當時表揚的氣氛啊，
也就是說，以前哈，他這還是以前的那種，整個就這樣吵吵嚷嚷的，上人說給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呢，隔年哈，政府啊，在隔年1977年有一個省議員組成的寺廟監察委員會，他們到去考察，好，全省去考察。那為了佛教哈，就來了，當時吳水雲先生來了，上人也很不客氣的指出一些不圓滿的地方。那當時吳水雲先生是省議員，他就是監察委員。他就問上人說：“你從事慈濟的目的何在？你接受表揚的感覺如何？你對此表揚有沒有意見？”上人說：“我不是為了表揚才做慈濟，我是為了宣揚佛教的教義，以行動來實踐佛教的精神。還有一點，上人說我也是國民，為國家為社會，要團結大家，發揚合作的精神，用大眾的力量來幫助貧困的同胞離苦得樂。10年來沒有人表揚，證言還是一樣。”不是因為表揚哈，讓全台的佛教徒全心致力慈悲濟世功。上人說，我還強調一件，宗教力量若能得到政府的重視與鼓勵，我相信佛教的這股力量非常強大，能幫助政府解決很多民眾的一個困難。過去宗教在政府來講還是有很大的忌諱，我們在台灣有很大的一個忌諱。所以上人說，未來的發展啊，正言希望慈濟的慧命永存，因此要把無形的付出變為有形的事業。未來我們就靠着有形的工作來延續慈濟的慧命。我在看着這一份資料的時候，忍不住要中間停下來，先來一個靜思維哈。1966年慈濟功德會成立，1976年慈濟只有慈善，就是我們的救苦，然後月刊，然後義診所。所有的有形志業都還沒有起步，但上人在他的想象中已經要把，應該講理想，已經要把這些無形的精神要變成有形的志業。所以1979年，所以政府表揚的時候是1976年。上人說我不是為這個，所以1979年上人就提出要籌建醫院。1986年花蓮慈濟醫院起業，然後呢，緊接着慈善、醫療、教育、人文一一湧現。這不是先知，這是什麼？這不是毅力跟勇氣的展現，這又是什麼？所以凡我弟子真的要好好的想，這59年來上人到底承擔了多大的一個壓力？那為什麼要叫克難慈濟功德會呢？為什麼叫克難？1985年有參訪的老師來，上人說功德會20多年成立是克難，為什麼叫克難？他真的是在克難的生活中產生的。精舍當時有6個出家眾，6個人一人一天6，就是每一個人一天1雙的話，6個人就6雙，扣了生活費以外，每天還可以留24塊做這個慈善的基金，就是多做1雙了。信徒30個人，每人一天5毛錢，450，加起來就是700多塊錢。那跟精舍的合起來呢，大概就是有1000多塊錢。上人說20年前我們是用1000多元開始做救濟的工作。那另外的想法就是如何把佛教徒跟愛心人士的力量團結起來，那我們的眼睛就可以遍布社會，甚至有力量可以伸到世間每個角落。所以要成立一個組織嘛，只要有這個會，就會有人發心，只要有人發心入會，救人的機會就會多。總而言之，成立功德會還有一個因緣，源於地上的一灘血。上人說這一灘血我一定要去成立一個佛教慈善機構。2003年，然後人文志業都有座談。上人說我結下安居回來，就住在地藏廟旁邊的小木房。師公來看我，就覺得出家人在這樣的環境裡怎麼修行呢？廟不像廟，家不像家，這個是在做什麼？所以當時師公要上人去妙雲南落住，但也給了上人搬家的錢。所以然後也就是在那一段時間準備搬家了。龍師父的爸爸在鳳林住院開刀，所以上人去探病，出来以後看到就是那一灘血。那上人說記得是一個女人啊，但是這個女人到底是誰？這個抬走了沒有8000塊，還有抬走8個小時了，一直在我內心打轉，是生是死我不知道，很多很多的問號在心裡，是悲也是痛。所以上人對這些留他的老人家說，我要做一件事情，做得成功我就不離開，所以才有5毛錢，還有這一雙鞋，牽牽扯扯的前因後果啟發了我的心。所以30個家庭主婦的買菜錢竹筒歲月
5毛錢的真諦哈。所以各位要想，東部是花蓮、台灣相對貧窮的地方，家庭主婦、婦女在社會是一個比較沒有社會地位的，何況是一個買菜的零錢，到底怎麼開始？96年是我們慈濟30周年，在鑾區龍董生活，上人說慈濟每天存5毛錢開，點點滴滴的愛。金色生活很難了，是自力更生。上人說我身邊弟子不多，要刻苦中做救濟的工作，這是很自不量力。日常生活中還要去付出，縫嬰兒鞋，你本來夠生活就好，為了要做救濟，每個人每天就要再多做一雙。所以慈濟就是從克難中，然後第二個是從5毛錢的竹筒歲月，第三個是在菜市場傳開而建立的。這幾個都是從很微小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一個開始。2005年在慈濟醫院新店慈院的同仁人文營裡面，上人說40年前慈濟基金會叫做克難慈濟功德會，真的是克難，生活克難，在發放的時候救濟的時候也是克難，很多的難很難跨過。有時候會說出家其實一無所有，那就是一個人而已啊，一個人保天下保。上人說但是我不是，我總感覺到我雖然一无所有，但是有很多人給我滿滿的愛。因為我的呼籲有30個家庭主婦來響應我，所以那個時候叫竹筒歲月5毛錢。有人就會說師父前一陣子上人也一直在，你不要叫我一天5毛錢啊，我可以一個月捐15塊。上人說不行，你一定要每天5毛錢。他就想，他以為上人數學不好，他師父一天5毛錢，一個月就是15塊。上人說我知道，我會算。那你一個月捐15塊，一個月才發一次愛心，你把錢拿出來的時候，你就起一個動念，這是要救人，我捐這個錢是要去救人，這個就是愛心啊。30天一次不夠，你要天天有，每天要起一念救人的心，錢少不要緊，這一念愛心啊就是福，你们天天都要有這樣的念頭。而且這個5毛錢啊，不能只是天天有一次說我早上投，我晚上投，我什麼時候不行。上人的規定是固定提着菜籃去買菜的時候投。為什麼？各位想一想，太有智慧了。因為家庭主婦去買菜，他一定會講話，那個愛心還很新鮮。他今天拿了5毛錢投下來，就表示他買菜錢節省了5毛錢，在他的腦子裡面。所以他要買菜的時候，他就會跟賣菜的人說：“你卡減的，就少稱5毛錢。”他是一個很自然的這樣子很新鮮的，不是忘記了幫我少拿幾根菜。菜市仔的人說你為什麼要少幾根菜？他說：“因為我要存5毛錢。”你存5毛錢說救濟呀。5毛錢怎麼救濟？可以呀！因為我們的師父說每天要5毛錢，要這，你看這樣子的心口耳聽進去，然後手做，然後嘴巴再去傳，哇，這樣的一個傳播效應。菜販說5毛錢可以，我也來捐吧。買菜的5毛錢，賣菜的5毛錢所以就是這樣子把慈濟世界做起來。我們不要輕視一點一滴的力量，粒米成礴，滴水成河。一滴一滴的水累積起來就是整條河水，一粒一粒的米累積起來就是整個米簍。慈濟從40年前一直到現在，從來沒有放棄這種積少成多。所以上人說，過去的40年，我們是從克難一步一步走過來。什麼時候不克難？大家要記住這句話。上人說，我相信克難的精神要永遠存在。所以從來不是因為我們的人有多少，從來不是因為善款現在有多少，志業有多少，就是我們必須要永遠存着克難。其實它就是一份感恩。那最重要的，上人還要轉一個迷信為正信，要入人群去度眾生。96年，這個他們都在慈濟30周年的時候，上人講這個是隱士的淨世生活。上人說30年前台灣社會很淳樸，經濟北北呢。民間對台灣的信仰，就佛教的信仰就是拜拜，可是你不知道什麼叫做佛，什麼叫做菩薩，這個是有信無教，他就是信仰，他也不知道宗教的內涵，就是年初求平安，年尾謝平安，要不然到廟裡面去求消災，或者有的人做事不能稱心如意，就趕快去問神求佛，去求好運，去安太歲，這些動作通通歸在佛教。上人說那個時候我剛出家不懂，對佛教的了解，對於當時人的信仰覺得非常的可悲，也覺得很可惜，有這麼好的教義，有這麼好的佛法，為什麼民眾的誤解那麼大？所以上人說，我用心去看，用心去分析，我懂了。因為佛教沒有主動走入社會，沒有主動進入人群，
當初的社會貧困的人很多，那上人說，我們想想國外的宗教，他都可以來幫助台灣的同胞啊，所以他對外來的宗教的付出很敬仰，那就會想，那別人都能夠來我們這裡付出，為什麼我們不能組織一個可以幫助自己同胞的團體呢？所以今天回頭看剛剛很多的報告，我們不只是在這一塊土地上付出，我們現在甚至也像當年的教會其他的宗教一樣，跨到其他的國家去做幫助。所以上人說，我自問自己，所以一切因緣生嘛，後來有很多的因緣就促成了我創造了慈濟。但是創造慈濟這麼容易嗎？說成立就可以嗎？扇門一旦開永遠不會關，這個有多難啊？所以上人在2001年對教師培訓講，上人說30多年前我要成立功德會，開始籌劃，很多老人家很關心我，他就說你一定不能做，你做了會招來很多煩惱，扇門難開，你以為就能這麼簡單？沒有那麼簡單，告訴你絕對不能做。上人說我當時很年輕，還不到30歲，當年上人29歲，這些老人家疼我愛我，為我考慮這麼多，我能不接受他們的建議嗎？上人說但是我自己反省一定要發揮大慈無悔的精神，沒有錯扇門難開，開了這道門是不是會得到讚嘆？上人說我不管，會不會得到被人家埋怨我也不管，我覺得最需要是那些苦難的人，佛陀的慈悲2個字是要我們去身體力行，哪怕你遇到很多困難也應該無怨無悔，无悔无怨，你才有辦法把這個慈悲的法門來設立。2005年在北區的水門，上人說慈濟已經過了，因為2006年就40周年嘛，已經過了40個年關了。第一年是克難，什麼叫克難？財克難，人克難，事克難，不論是人事物都是在克難中，什麼都沒有，要做慈善工作。有人在背後說某某人真是異想天開呀，很不自量力呀。若是很關心的人就會跟上人說某某人你要考慮好，你可以做嗎？上人就會問為什麼不能做？扇門難開啊，你要量力啊，你不量力，你扇門一開你就關不起來。連許聰明老居士也跟上人說很難啊，導師也跟上人說很難啊，但是上人跟許聰明老居士說，我扇門一旦開，我永遠都不會關。各位要記住，慈濟一定要千秋百世。我們作為上人的弟子，上人已經開了中門了，這一個中門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傳承下去，當然是要在淨施法脈的掌管之下。所以把握時間你要過秒關，這上人不斷講的。那大家都會勸上人說你不要太過勞累啊。那有一次一位曹董事長跟一個中醫的博士來跟上人見面最後也是講到上人你要多休息。上人說我知道要適度休息，但是很為難啊，我也有一些難言之苦啊什麼大家都講為了走更長遠的路要多休息，上人說我也常勸別人，可是換到自己就有一些為難。道理很簡單，但是碰到非操心不可的問題，同樣放不下。上人說我需要時間還有一項更苦的。上人說我的個性不適合做慈濟，因為我向來很內向。上人說老實說有時候聽到有人要來，我內心就會有一陣子的掙扎，我可以躲起來不要面對大眾說話最好，可是做了慈濟就不能如此什麼人來地位高低我都同等對待，還有花蓮這麼遠，人家這些有心人來到這裡，上人說我不能不親自接見那有人就會建議上人說你就定一個每日作息的時間表每日接待這個外賓的這個時間表上人說這個對我來講更不可能上人說我現在比以前更低聲和氣，不然人家會問我說你現在很大了你現在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人家會對慈濟打折扣，所以原來上人其實是很有壓力的所以呢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了解這個克難功德會的一個精神。佛教就是為佛教為眾生的尊師之教，克難真的是自力更生竹筒歲月，慈濟慈悲救濟濟貧教富，功德會是實踐無量義的精神。當然後來走到慈濟慈善基金會，我們更是要好好的傳承。好，感恩各位。